很多人退休以后才发现家里安静下来，连空气都像慢了半拍。这时候一盆绿植反而让日子开始有节奏。台湾不少长辈开始养植物，不是为了跟风，而是想让客厅多一点生气。早上起来看见绿色，心情真的差很多。有人说植物可以挡辐射，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让空间感觉更舒服。看电脑手机久了，眼睛也会比较放松。植物不是魔法师，不能解决所有空气问题，但它确实能让环境更自然，让人愿意开窗整理家里，慢慢生活。今天要聊的5种植物，在台湾花市几乎随处可见，价格不贵，照顾方式简单，非常适合刚开始的新手。第一种，先从人人都认得的黄金葛开始。这种植物几乎是懒人救星，放哪里都能活，连办公室也常见。黄金葛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阴又好养，不需要天天照太阳，角落有一点散光，就能慢慢长出漂亮藤蔓。很多人喜欢把黄金葛拿来水培，透明瓶子里长出白白的根，看起来干净又疗愈，连浇水都变成乐趣。有人担心自己常常忘记浇水，其实黄金葛反而不怕，你只要看到土干一点再浇，它通常都还能活得很好。家里如果有电视柜或冰箱旁边的空位，挂一盆黄金葛，视觉上会柔和很多，空间也不会显得那么硬。接着要介绍的是虎尾兰，这一盆可以说是耐旱冠军，很多人开玩笑说1个月想起它一次就够了。虎尾兰叶子直挺挺，很像站岗的士兵，摆在房间角落，不用太多装饰，就能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有精神。不少人喜欢把虎尾兰放卧室，因为它晚上也会进行气体交换，让人感觉空气比较清新，睡觉更安心。当然，它不会让房间变成森林，但当你醒来看到一盆挺拔的绿叶，心情通常都会比空空的房间更好。照顾虎尾兰的秘诀只有一句：宁干勿湿，水浇太多反而容易烂根，土壤干了再给它一点就够。第3种是白鹤玉，这种植物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会开出白色花朵，看起来干净优雅，很有家的感觉。很多长辈喜欢白鹤玉，因为它不像花树那样短暂，而是长期陪伴，偶尔开花，就像生活的小惊喜。白鹤玉的叶子宽大，放在客厅或玄关很适合，远远看过去就有一种清爽而安定的视觉效果。当叶子开始微微垂下来，其实是在告诉你它口渴了，这种明显反应对新手来说特别容易判断。养白鹤玉不用复杂技巧，保持土壤微湿，避免强烈直晒，它就能安安稳稳陪你很长一段时间。第4种大家一定听过，就是发财树，很多台湾家庭都会摆一盆，除了好看，也带点讨喜的象征意义。发财树树形稳重，很适合放在客厅角落或玄关旁，朋友来访时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发财树其实很怕水，太勤劳反而容易养坏，适度忽略反而是对它最好的照顾。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用手摸土，感觉干了再浇，不需要每天固定时间，轻松一点就能养得漂亮。如果你觉得家里少了一个视觉重心，选一盆中型发财树，往往比买很多小摆设更有存在感。最后一位是芦荟，这可以说是实用派代表，长得可爱又耐晒，窗边放一盆看起来就很清爽。很多人小时候被蚊子叮到，家里长辈会剪一小块芦荟来涂，这种生活记忆让它特别有亲切感。芦荟属于多肉类，储水能力强，所以千万不要天天浇水，不然根部容易闷坏，反而长不好。放在阳台或窗边，让它晒点阳光，叶片会长得厚实，看起来饱满又健康，非常有生命力。如果你是常常出门的人，芦荟真的很适合，因为就算几天没理它，它也不会马上闹脾气。很多人问植物到底能不能增加氧气，答案是会，
但重点其实是让人更愿意呼吸、放松和停下来。当家里出现绿色，人自然比较不会一直滑手机，也会不知不觉多看窗外，这就是环境影响心情。有些研究提到植物与室内舒适度有关，虽然效果不是夸张等级，但长期看，生活感受真的不同。想象一下，早晨泡一杯茶，坐在植物旁边发呆几分钟，这种小仪式对身心来说其实很珍贵。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忙工作，现在终于有时间慢下来，照顾植物刚好是一种温和的生活练习。它不像养宠物需要全天照顾，也不像运动需要强度，植物的节奏刚好，让人慢慢进入状态。有人养了一盆黄金葛后，又多带回一盆虎尾兰，最后整个阳台变成小森林。这就是植物的魅力。重点不是数量，而是找到适合你生活节奏的那一盆，让照顾它变成日常，而不是压力。如果担心空间小，其实一盆就够，放在每天会看到的位置，比放很多却被忽略更有意义。开始养植物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比较会观察，叶子的颜色、土壤的干湿，都会慢慢注意到。这种观察力其实也是一种脑力活动，对退休后的生活来说，是很温和又自然的刺激。另外，植物还能成为聊天话题，邻居来访时聊一聊怎么养，人与人之间也更容易打开话匣子。很多长辈说，看到新芽冒出来会特别开心，那种感觉很简单，却像生活给的小小奖励。如果家里有孙子孙女，让他们一起浇水，也是很好的互动。孩子通常会对植物充满好奇。别担心植物枯萎，几乎每个爱好者都经历过，只要找到原因，下次就会顺手多了。最常见失败原因其实是水太多，不是太少。记住这一点，成功率马上就提高一大截。选择植物时，先看家里光线，窗边明亮适合芦荟，半阴角落则很适合黄金葛或虎尾兰。不要一次买太多，先选一盆试试，当你发现自己真的喜欢，再慢慢增加就好。花市老板通常很愿意教新手，开口问一下浇水频率和摆放位置，会比自己乱猜更安心。很多台湾市场早上就有卖小盆栽，顺便买菜带一盆回家，价格亲民，压力也不会太大。植物带来的改变不一定是空气数据，而是家里那种柔软感会让人更想待在家。尤其阴雨天，窗外灰灰的，室内有绿色陪伴，整个人的状态真的会比较轻松。如果你常觉得家里太空、太静，试着先放一盆植物，你会发现空间好像被填满一点。有人把植物当作每天的打卡仪式，早晚看一眼，顺便整理桌面，生活节奏也更稳定。黄金葛适合吊挂，让藤蔓自然垂下来，看起来像绿色瀑布，很适合现代风客厅。虎尾兰适合直立摆放，线条干净，搭配木质家具特别协调，很多人一放就爱上。白鹤玉开花的时候不需要任何说明，家人都会注意到，那是一种安静的惊喜。发财树的树干造型有厚实感，对于喜欢稳重风格的人来说，视觉上会很有安全感。芦荟则像一个低调伙伴，不抢戏，却在角落默默长大，偶尔还会长出小侧芽。如果真的怕麻烦，可以设一个简单规则，每周固定一天巡视植物，不用每天记得。浇水前先摸土是最可靠的方法，比照时间表更准确，也能避免过度照顾。很多人开始养植物后，连买家具都会考虑阳光位置，这其实是生活观念的改变。绿色会让人联想到自然，而自然本身就有安抚作用，这也是植物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你不需要懂太多专业知识，只要愿意慢慢观察，它们会用状态告诉你需要什么。有时候叶子变黄不一定是生病，可能只是位置不适合，换个角度试试看就行。植物其实很诚实，照顾方式对了，
它就会用新叶回应，这种反馈很有成就感。不少长辈说，养植物以后，白天开电视的时间变少了，反而多了整理阳台的习惯。这类轻度活动对关节和心情都比较友善，不会太累，却能让身体保持一点动感。当你看着植物慢慢成长，也会提醒自己，生活不用急，慢一点反而更长久。如果想送朋友一份礼物，一盆好照顾的植物，往往比花束更耐看，也更容易被记住。选择简约花盆，加上干净空间，植物本身就能成为最好的装饰，不需要复杂搭配。很多人误会植物需要很多钱，其实入门非常便宜，重点是持续陪伴，而不是昂贵。只要开始，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喜欢哪一类。有人爱垂坠藤蔓，有人爱挺拔叶形。没有所谓正确答案，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选择，这点比跟风重要。如果家里光线不足，也别灰心，虎尾兰和黄金葛都能适应，是很好的起点。白鹤羽则适合想要一点开花惊喜的人，每次看到白色花朵都会觉得特别清新。发财树除了观赏，也象征一种祝福，放在新家或新阶段，都有一种开始的感觉。芦荟的存在提醒我们，有些简单的东西反而最耐看，最容易长期留下来。养植物最大的收获，往往不是它长多大，而是自己慢慢变得更有耐心。每天只花几分钟看叶子变化，这种慢节奏其实很适合现在快节奏的生活。如果你常觉得时间过很快，植物会告诉你，成长其实是安静发生的。很多人在植物面前会不自觉放轻声音，这种改变就是环境带来的影响力。家里有绿色，拍照也会变好看，连简单午餐都像多了生活感。植物不会说话，却很懂陪伴，安安静静站在那里，就让空间不再单调。开始的第一步很简单，今天经过花市时，多看一眼，也许就会遇见那一盆。你不需要等准备好才开始，因为照顾植物本身就是学习和调整的过程。如果担心失败，就从黄金葛或虎尾兰开始，它们会给你很高的成功机会。当第一盆顺利长新叶，你可能会突然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越养越上瘾。最后想说，植物真正改变的也许不是空气，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。让家里多一点绿色，其实就是给自己多一点温柔和缓慢的空间。当生活节奏慢下来，心也会慢慢安定，这就是许多人爱上居家植物的原因。所以别想太复杂，从一盆开始就好，让绿色悄悄走进每天的日常里。下一次喝茶的时候，试着把椅子挪到植物旁边，或许你会发现新的小快乐。如果你已经有植物，不妨今天帮它擦擦叶子，看着光泽出现，心情也会亮起来。当朋友来家里说一句这盆长得真好，那种小小成就感真的很真实。说到底，养植物不是任务，而是一种陪自己慢慢生活的方式，很简单却很幸福。愿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抹绿，让平凡日子多一点生气，也多一点笑容。如果今天只带回一盆，也已经很好。重点是开始让生活出现一个新的小期待。当你学会等土干再浇水，也会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开始更有耐心与余裕。把植物当朋友而不是功课，它就会在安静的角落里陪你把日子过得更舒服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给家人或朋友，让更多人感受这份慢生活的幸福。我们下次再见。